边境紧张之际，印度再度购买2款重磅武器，我军伊武式坦克是否危险了？中方的心真的太大了吗？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日报道出这样一则新闻，以色列的拉斐尔防御系统公司从亚洲某国得到一份价值为2亿美元的合同。合同中，以色列向该国提供数量不详的 SPICE 2000制导导弹，300至320枚长钉反坦克导弹。该消息发出去后，很快得到了媒体的注意，他们普遍都认为某国就是印度。此前，印度曾多次向以色列购买 SPICE 2000制导导弹以及长钉反坦克导弹，并且还使用 SPICE 2000制导导弹对巴基斯坦进行过袭击。如果真的是印度，应该没有必要用亚洲某国来代替。不过，印度和以色列之间的武器交易向来都非常神秘，很少会对外公开。印度当前国内情况非常危急，拉达克边境地区的对峙还在继续。这个时候突然再次购入2款武器，分析认为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作为一款高精度的重磅制导炸弹，SPICE 2000结合了光电制导以及卫星制导2方面的优势，打击精准度能达到3米，其威胁不容小视。如果被命中，不管是巴基斯坦方面的攻势，还是我军的边防阵营，都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去年，印度幻影2000战斗机使用 SPICE 2000对巴基斯坦某地区进行了空袭，打死了上百名武装分子。随后，印度又向以色列购买了 SPICE 2000。可见，印度对该炸弹非常有信心。不过 ，SPICE 2000炸弹并不便宜。此前，印度支付4220万美元购买了100枚。虽说此次不知道购买了多少枚，但从2亿美元的金额来看，估计采购量不算太大。至于长钉反坦克导弹，就是另外一种威胁了。该导弹是一款发射后自主导弹。这种导弹能够在发射后无需人员操作，只需依靠自身的制导系统击中目标。早在2016年，印度就对该导弹非常感兴趣，多次希望购买，但最终卡在了财力上。长钉所能威胁的不只是我军伊武式坦克，此外包括各类野战攻势以及单兵等。该导弹所构成的威胁很可能比 SPICE 2000更加难以克制。当然，长钉 LR 需要步兵射手携带，其本身也是热像仪容易发现的目标。但只要保持无人机携带热像仪持续监视边境，也不难发现对方的异动。届时，使用无人机载弹药或者迫击炮就可以轻易压制。印度在边境局势紧张之际购买这2款武器，想必也是看好他们的历史战绩，认为能够与巴基斯坦或者我国对抗。可如今看来 ，SPICE 2000炸弹和长钉反坦克导弹实际情况也不是那么乐观。至此，我军在边境部署伊武式坦克与印度对峙，也不是真如印度人所想的心大，或者正是因为清楚印度购买的这2款武器的实力，以及对伊武式坦克过于了解，才会如此部署。真要是较量一番，伊武式坦克未必会输。毕竟 SPICE 2000只在希腊、以色列和印度服役过，而长钉虽然卖到过很多国家，但实战经验却仅限以色列。印度想买很容易，但以色列的实战能力却很难学得到。海南传来震撼一幕，075两栖攻击舰又有什么新的动作？看到一细节后，美日等国要坐不住了。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我国海军近些年来加速发展，各类型的武器层出不穷。而对于现如今海军作战力来说，除了大型航母以外，两栖攻击舰的战斗力也是非常强悍的。虽说两栖攻击舰属于年轻的新锐战斗舰种，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才开始问世的，但不得不说，两栖攻击舰是现代登陆作战理念创新和航空技术迅速发展的相结合产物。在此之前，我国一直装备071级船坞登陆舰，但在登陆作战兵力投送等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的不足。
相比之下，075两栖攻击舰的出现则给了我国人新的希望，以至于迄今为止，该舰一直备受关注。根据国外媒体的消息报道，075两栖攻击舰在我国东南部海域进行海上试航时，被俄罗斯卫星捕捉到了震撼的一幕。拍摄期间，有一个细节令人非常惊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075两栖攻击舰尾部激起了巨大水流产生的航迹。当时该航正在进行航速测试，这也就说明了075两栖攻击舰在动力系统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和进展。作为我国第一艘两栖攻击舰，075的起步点并不比其他国家的现代两栖攻击舰低多少。满载排水量超过4万吨，可搭载步兵战车以及直升机等登陆兵力，近程防空系统和舰炮等武器装备均配备。该舰采用的是直通甲板设计，拥有4个直升机起降点，2台升降机。甲板下面是机库，机库底下是物舱。与071级船坞登陆舰一样，075两栖攻击舰也同样采用了柴联合推进系统，以8台16 PC-26B 柴油机为主动力系统，可以保证其最大航速在25节，拥有6500公里的航速，最大自持力也可以达到35天。海试中，075两栖攻击舰将会重点对动力系统进行测试。或许很多人认为采用柴油机是比较落后的动力，但实际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柴油动力仍然是海军大型舰艇的主要动力。值得一提，075作为我国未来的主力舰艇，美日等国家非常关注该舰的进度。有俄罗斯专家就认为，075两栖攻击舰如今所展示出的实力，令美日等国的军事专家都非常吃惊。此次这艘两栖攻击舰所展示出的航速接近25节，这是到目前为止很多国家都不具备的。以4台中速柴油机为主要动力，其功率能超过6万千瓦。这样的数据早已经超过了美军的黄蜂级和美国级。如此震撼的一幕曝光到全世界面前，对美日等恶华的国家来说，无异于一次重大打击。此次075两栖攻击舰所展示出来的航速，已然证明了大型水面舰船动力系统不再是我国的短板。075型填补了我国又一个空白，对中国海军来说是新的突破。想必在得知该消息的美日等国，如今怕是要坐不住喽。俄美展示2021年中国海军阵容，中方心态为什么产生了变化？或许事情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如今伴随着新的一年到来，我国海军又会有怎样的发展？这是最近很多人都在热议的话题。对此，俄罗斯媒体也用了我国网络上的一张图，直观地展示了中国海军在2021年的阵容。他们认为，在2021年，中国海军将会拥有3艘两栖攻击舰、8艘两栖船坞运输舰、50艘导弹驱逐舰以及110艘导弹护卫舰，还有一些其他型号和用途的舰船。此外，到了2021年，中国海军除了会拥有2艘航母以外，在年底的时候，很可能第3艘航母也会正式下水，甚至有入役的可能。顺着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目前拥有2艘两栖攻击舰，意味着在2021年会再制造出1艘075两栖攻击舰。与此同时，我国海军第3艘航母想必就是003航母。这样说来，003航母很可能会在2021年有新的进展。此前，中国新型航母的总建造师就曾说过，新的003航母即将结束无弹射航母的历史。不仅如此，早在2018年的时候，中船重工就公布过一张航母编队的照片，照片中新型航母满载排水量达到8万吨。我们也需要清楚，在未来航母的主要武器还是舰载机。对比未来美军舰载机以 F-35为主力，歼15仍有些差距，因此我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追赶上。但不管怎么说，与世界各国海军发展的速度相比，未来我军规模排名世界第2，可以说是当之无愧。此外，俄罗斯媒体还预测我国海军队伍在2021年的时候，或许会增加一些055万吨大驱。如果是这样的话，加上未来各类水面舰艇的不断增加，我国海军甚至与美国海军之间的差距都会变得越来越小。通过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我们其实不难看出，中国海军在2021年依旧会一如既往的迅速发展。但从别国媒体口中得知的消息，哪怕是俄罗斯，我们也不能因此沾沾自喜。一方面，美国海军在当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威胁，其军事实力不容小视，想要超过该国海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另一方面，虽说俄罗斯媒体此次展示中国海军阵容很可能是事实，但不排除该国有别的心思。
要知道，俄罗斯一直都是美国针对的目标。就这么看来，西方专家此前所言，中国海军实力在2021很可能超过俄罗斯海军，或许就是俄罗斯媒体此次的目的，扩大中国的威胁，以让美国将重心全部放到我国身上。倘若真的是这样，我国人的心态怕是要产生变化，在利益面前，俄罗斯也不一定是永远的朋友了。